深夜的铜锣、道士的符咒，以及一排在崇山峻岭中僵直跳跃的尸体。几百年来，湘西赶尸被塑造成东方最惊悚的恐怖灵异 IP。传说中，沉舟符能让死者自行走回故乡。但如果你把这个传说交给一位现代生物力学专家，他会立刻告诉你，这违背了基础物理学。当没有生命体征的骨骼试图完成起跳时，系统只会反馈一个结果：崩溃。科学的真相是，死亡引发尸僵后，人体的关节会被完全锁死。一个重达70公斤的成年人尸体，在没有肌肉收缩提供动能，没有任何脚踝关节缓冲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对抗地心引力的起跳和落地，更别提是在地形极其复杂的武陵山区。既然尸体绝对不可能自己跳，那么在那些没有监控、没有路灯的古代黑夜里，躲在门缝后的山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打开002号档案，抛弃所有玄学滤镜，用现代法医、防腐学、生物力学和古代供应链工程的视角，来彻底拆解这场跨越生死的终极物理骗局。要解开赶尸的秘密，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极其现实的物理难题：物流运输。古代湘西山高林密，水流湍急，被称为天堑，车马不通，船只难行。这里是古代物流的绝对禁区。如果你是一个在外乡死去的劳工，家属想要你落叶归根，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力搬运。但背负一具70公斤的死尸，在悬崖峭壁上徒步几百公里，对活人来说是足以致命的体力消耗。所以，赶尸匠这个神秘的职业，根本不是什么懂魔法的阴阳法师。从商业本质上看，他们是古代生存在极度恶劣环境下的特种物流运输商。为了解决承重，他们动用了物理学。最核心的运输机密是双人抬竹竿。X 光透视视角下，真相大白，赶尸匠并不是在施法，而是将2根极其坚韧的粗竹竿穿过几具尸体宽大的兽医袖管，尸体是被挂在竹竿上的。前后2名赶尸匠抬着竹竿在山路上快步疾走。竹子具有极好的弹性磨亮，当2人在崎岖的石阶上上下颠簸时，受力的竹竿会产生极其规律的形变反弹，挂在上面的尸体就会随着竹竿的弹性上下起伏。在夜色和浓雾的视觉阻碍下，宽大的黑袍遮住了竹竿，远远看去就像是尸体自己平举着双手在一蹦一跳的前进。懂了杠杆原理，但重量依然庞大。现代人类学调查发现了赶尸行业里最黑暗也最不为人知的供应链减重计划分尸法。因为一具尸体最重的部分是躯干，在炎热的夏天，为了极大的减轻重量并防止躯干爆裂腐烂，某些赶尸匠会残忍地将死者的躯干就地掩埋。他们用轻盈的稻草扎成一个假躯干，将真正的头颅和四肢缝合在上面，最后套上宽大的黑袍。原本70公斤的死重瞬间被压缩到了15公斤。这不是黑魔法，这是令人脊背发凉的古代物流的终极优化。解决了物理运输，赶尸匠面临着第2个也是最致命的科学难题：生物腐败。物理学的杠杆可以骗过眼睛，但你骗不过微生物。在湘西夏季高达32度、极度潮湿的闷热环境中，一具尸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皿。法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人体死亡24小时后就会在腹部出现尸绿，48到72小时后，体内细菌疯狂繁殖，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尸体高度膨胀，形成恐怖的巨人观，并散发出无法忍受的恶臭。想象一下，如果尸体在半路上腐烂、膨胀，甚至流出尸液，赶尸匠不仅根本无法向家属交差，沿途滴落的高浓度致病菌更会在古代村落引发毁灭性的瘟疫。他们必须强行按下尸体腐败的暂停键，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让我们联想到一个现代法医学案例。近年来，现代法医在发掘部分清代及民国古墓时，偶尔会发现死了数十年却几乎没有腐烂，甚至关节还能活动的尸尸。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一度震惊法医界，直到样本被送进现代毒理学实验室，
真相才浮出水面。质谱仪在这些不腐尸体的内脏和肌肉组织中检测出了超高浓度的砷和汞，正是这些剧毒的重金属彻底杀死了所有试图分解尸体的腐败细菌，尸体变成了一个连细菌都无法生存的无菌毒药罐。巧合的是，赶尸最核心的流派恰好叫陈州法，而湘西所在的陈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大最核心的朱砂产地。什么是朱砂？在化学家眼里，它的学名叫硫化汞 HGS。所谓道士用来封印灵魂驱邪避凶的陈州符，它那刺眼的暗红色颜料根本不是什么法力，而是高浓度的重金属毒药。赶尸匠在出发前会用大量的朱砂和含有水银、砒霜的特制草药死死填塞尸体的七窍，阻断内外空气流通，并涂抹尸体表面。这哪里是在施展法术，这分明是一次极度危险且极其硬核的重金属化学防腐手术。剧毒的重金属在局部形成了完美的抑菌屏障，配合只能在气温极低的夜间赶路，白天藏于阴凉客栈的铁律，赶尸匠们硬生生的在落后的古代用土法拼凑出了一条跨越生死的冷链运输线。既然赶尸只是一门利用了生物力学和重金属化学的特种物流生意，为什么他还要把自己包装得如此灵异恐怖？这就触及到了这门古代灰色产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信息不对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法则。试想一下，家属倾家荡产，只为求一个全尸，落叶归根。如果他们亲眼看到自己接回来的亲人其实是被竹竿粗暴地捅穿了双臂，甚至是身首异处，用干稻草填充的躯干，他们会作何反应？赶尸匠会被暴怒的家属直接打死，整个行业的信用体系将瞬间覆灭。为了掩盖物理破绽，他们建立了一套极其硬核的心理防火墙。赶尸匠在深夜一边走一边敲打阴锣，高喊阴人上路，阳人回避。从行为心理学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招魂仪式，而是一种极其高效的听觉武器和逆向隔离手段。他们极其聪明地利用了民间对死亡和瘟疫的天然恐惧，主动为自己披上一层超自然的诅咒外衣。你越怕，你越不敢看，你越不敢看，他们用竹竿抬尸，用稻草扎尸的物理破绽就越安全。在这里，恐惧不再是被动的情绪，而变成了完美的商业护城河。这条物流线上的补给站同样经过了精密的保密设计，沿途那些大门紧闭，连窗户都没有的死尸客店只接待赶尸队伍。大门一旦关上，里面就是绝对的黑箱操作。这就像是现代物流系统中拥有最高安保级别的机密中转仓，白天停歇，不仅是为了躲避阳光带来的高温腐败，维持尸体的冷链状态，更是为了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系统维护。赶尸匠在这里秘密地补充防腐朱砂，修补破损的尸体缝合线，更换受力疲劳的竹竿，确保在这条漫长而灰色的供应链上万无一失。而所谓的传男不传女，拜师须发毒誓的残酷行规，在现代商业视角下，本质上就是一份带有死亡惩罚的终极保密协议 NDA。他们垄断了防腐配方和运输技术，用迷信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死死守住了这门暴利行业的底裤。至此，湘西赶尸的运作模型彻底闭环。当我们用生物力学抽走受力的竹竿，用毒理学洗去剧毒的朱砂，用现代商业逻辑拆穿了敲锣打鼓的保密协议之后，湘西赶尸的恐怖滤镜瞬间荡然无存，剩下来的不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黑魔法，而是一场古代山民为了生存被迫点满的科技术。然而，剥开这层冰冷的物理与商业算计，里面装的并不是邪恶，而是一种深沉到让人窒息的悲哀。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从事常年与重金属和腐尸为伴的阴间职业？又为什么会有家属愿意倾家荡产支付高昂的物流费？答案就藏在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4个字里：落叶归根。在那个命如草芥的年代，客死他乡的劳工与士兵连魂魄都找不到回家的路。赶尸是古代先民在面对死亡和地理天堑的绝对物理隔绝时，用极致的智慧、残酷的化学手段
和对恐惧的操纵所能发明的最后一种温柔。他们骗了活人，骗了岁月，只是为了让死者能认得回家的路。迷信的尽头不仅是冰冷的生存法则，更是人类对血脉的终极执念。这里是民俗解剖室，我们不敬鬼神，只解剖真相。如果这份档案重塑了你的认知，请点击订阅与分享。下一期我们将解开另一组恐怖代码，用古代人口学和基因焦虑解剖冥婚的深层逻辑。我们下期见。